第一，警告：B 区温控系统出现异常变动，棚内室温下降0.8摄氏度，请管理员复核。0.8摄氏度，可在高端式先深小寸控体系里，任何异常都必须记录、复核、追溯。霍总，报警把值班室都吵醒了，要不要我先带人去 B 区恢复参数？先别动现场，先查操作记录，确认原因。昨晚1点03分 ，B 区2号地缘热泵负载被调低。1点07分，3号循环泵切到低供料模式，系统没有故障码，是人工操作。谁动的？值班工号 W017，王浩。村长王大富的儿子，他不是上个月才通过培训吗？联系他。谁呀？这么早？王浩，昨晚你值守 B 区，为什么私自调低设备参数？我就是看能耗有点高，想试着节能一点，又没停设备，棚里也没出事吧？你培训时签过操作规范 ，B 区核心参数调整必须双人确认，异常必须上报。我以为没那么严重。王浩，20分钟内到中控室，你有说明情况的机会。老板，要不要现在升温补救？恢复标准参数，但不要改原始记录。同时启动批次隔离。小周，通知品控组取样，中心区、边缘区、靠近风机区各取3份，检测糖酸比、组织完脂性、水分迁移率，所有的样本编号留存，必要时送第三方复核。明白？你是不是已经判断这批果子不稳了？判断不靠感觉，靠标准，靠数据，也靠流程。霍总，我真不是故意造成损失。我看之前能耗高，想着调低一点能省点成本。以前村里普通大棚晚上降温也没事儿，我就……这里不是普通大棚 ，B 区种的是精品批次，温控曲线、营养液浓度、补光时间都要和订单标准匹配。你随意改参数，影响的不只是设备，是整个批次的稳定性。我知道错了。你签过字，说明你知道规定。今天不在这里争吵，也不靠情绪定责，把昨晚的操作过程完整写下来，人事和品控会同步复核。那我会不会被追究？责任由制度和事实认定。你可以解释，也可以补充证据，但不能隐瞒。霍老板，孩子年轻，做事糊涂，该批评批评，该罚罚，但能不能先别把事情往坏处想？果子看着还好好的。王村长，你看这2组样本 ，A 区正常果肉组织饱满 ，B 区靠近风机区域已经出现轻微异常，肉眼未必看得出来，但后熟期会影响口感和稳定性。那这批果子还能卖吗？按霍氏精品标准，不能直接进入品牌渠道。我们建议先封存隔离，等待第三方复检。如果复检仍不合格，就按企业食品安全流程处理。非得这么严格，哪怕降级卖呢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降价解决。消费者买到的是信任，不只是一个红彤的果子。只要不符合承诺标准，就不能贴着我们的品牌流出去。我真没流程才存在。流程不是为了为难谁，是为了在每个人都觉得没事的时候，替所有人守住底线。那就按流程办吧。孩子该说明情况，我们配合。霍总，这么好的品相，真可惜。可惜是真的，但不能因为可惜就把不确定的产品推给消费者。我懂，就是心疼。心疼归心疼，账不能算歪。今天放过去，后面渠道问责、消费者投诉会更麻烦。霍总，复检申请已经发出去了，实验室那边说天气原因路不好走，最快明天出初步结论。可以 ，B 区封存到结论出来。A 区和 C 区照常管理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取用隔离批次。我安排安保和值班表 ，B 区入口24小时留人。看着好好的番茄不让摘，是不是要故意抬价？
大家别围了，不是不让卖，是这批次要复检。食品的事儿不能凭眼睛看，得按规矩来。那要是真不合格，是不是就浪费了？不会随便浪费，能合规利用的会按规定利用，不能进入食用渠道的会做无害化和堆肥处理，每一步都有记录。那就好。东西好，东西再可惜，也不能把不稳定的产品随便流出去。老板，网上开始有人讨论咱们了，说我们有那么多番茄却不立刻卖出来。他们怎么不说 B 区是异常批次，也不说 A 区、C 区还没到最佳采摘时间？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跟着情绪跑。准备一份事实说明，短一点。第一 ，B 区因参数异常已封存复检。第二，合格批次按采摘供应。第三，价格按合同和备案执行。要不要把王浩的事说出去？不公开个人信息，内部责任内部处理。外部说明只讲产品批次和流程。可是别人误会我们，不解释清楚会不会吃亏？解释不是把一个人推到前面挡风，我们要证明的是流程合规，不是让员工接受围观。没有煽情，没有指责，就讲数据、流程和时间线。还是有人误会，误解不会立刻消失，我们把事实摆出来，后面靠流程和结果说话。霍老板，乡亲们最关心的是果子到底能不能卖，大家关心的是后面会怎么处理。这几个问题我逐一回答。第一 ，B 区出现的是品质稳定性风险，不等于已经发生食品安全事件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夸大问题。第二，按我们的品牌标准，它不能直接卖给消费者，因为我们承诺的是稳定口感和可追溯品质。第三，不能进入鲜食渠道的部分，会按照复检意见资源化处理，不会随便丢弃。霍总，你们这个标准是不是太高了？我们以前种菜碰到天气不好，能卖就卖，卖便宜一点也算减少损失。说，普通种植和品牌订单不一样，普通菜可以按等级区分，但这批番茄签的是精品标准，就像您卖1级菜和2级菜，标签不能乱贴。这个说法我听明白了，不是嫌弃果子，是不能乱挂牌子。对，标准清楚，买卖才清楚。那后续合格批次进入保供渠道，价格怎么保证稳定？这是盛天农业发来的保供流向模板，每一车都有温控记录，每一箱都有溯源码，价格按合同和备案执行。我们这边不临时加价，盛天那边也不临时加价。那网上说你们想等涨价再卖，是不是不对？有疑问就问，别传半截话。有疑问很正常，信息不完整时，人都会先往自己担心的方向想。我们开这个会，就是把能公开的事实说清楚，但员工个人信息、内部责任认定不适合拿出来讨论。孩子犯错该教育教育，可外面那些话也别往孩子身上引，谁家孩子都可能糊涂。老板，这种沟通会比在网上发长文累多了。但有用。为什么？
因为面对面说话，人会想起对面也是人。霍总，刚才那个1级菜、2级菜的比喻可以写进对外说明吗？可以，但要写得准确，别让人误会我们把农产品分成高低贵贱。明白，重点是标签和承诺要一致。终于有人帮我们说句公道话，别下场争。我知道，我现在成熟了。成熟的人不会每隔5分钟刷新一次评论。你小子今天话多。网上那些话，我家里人也看见了。都吃饭，饭凉了不好吃。老板，大家心里不踏实。这几天外面声音多，我知道有人误解，有人质疑，也有人担心公司扛不住。但我先把话说明白，工资照发，排班照常，暴雪期间坚守岗位的补助也照常发放。大家不用替公司赌气，也不用跟人争辩，只把手里的工作做好。那果子真能出去吗？能。盛天农业的保供运输协议1个月前就签了，他们的特种冷链车队正在协调通行。A 区、C 区成熟后，会按备案价格进入商超和社区保供渠道。真有车来？有，但越到最后越不能乱。采摘、分级、封箱、溯源，每一步都要准确。我们不是靠吵赢别人，是靠交付结果。那我们下午继续调分拣线。技术组复查传感器，保证采摘前数据不出偏差。都听见没？谁在员工群里传没合成的消息，我请他跟我一起扫雪，冷静冷静。B 区部分样本确实存在品质稳定性风险。报告建议不得进入品牌限时渠道。霍总，我愿意接受处理，就是能不能让我继续在厂里干活？我想把错补回来。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不是错在省没省下能耗，是我没有权限却动了核心参数，出异常后也没有上报，我把自己的侥幸放在了规则前面。还有呢？我以前觉得标准是老板用来压人的，现在知道了，标准是保护消费者，也保护企业和员工。停职培训，重新考核。考核不过，解除合同；考核通过，从基础岗位重新开始。损失责任由人事和法务按合同流程评估，不做情绪化处理。谢谢霍老板，给他改正机会。不是因为求情才给机会，是因为流程里本来就有说明申诉和改正机制。我明白，规则不是只会处罚，也会给人重新站回来的路径。这样处理，心里舒服多了。至少不是白白糟蹋，也给我们上了一课。以后培训，光念手册不够，把后果讲明白，写进培训案例，但隐去个人信息。懂？讲制度，不贴标签。
霍总，40辆温控冷链车已经到达镇外集结点，道路部门正在统一清理通道，我们会按保供车辆批次进入，预计明天下午抵达你们厂区。终于来了，收到。我们这边按正式装车流程准备。另外，我们看到外部有一些不完整信息传播，明天车辆抵达后，做一次开放式装车说明，重点展示3项内容：复检报告、溯源分检、评价供应去向。可以，正合我意，把事情讲清楚，比吵赢更重要。前市那边怎么办？他们又发来报价了，比合同价低很多，还说现在运输紧张，我们不卖给他们就会错过窗口。他们连车轮防滑链型号都写上了，这才叫专业。你看这条，弯道路段不允许会车，要由引导车提前清空路面。以前我们自己跑短途，哪有这么细？极端天气里，细就是安全。那我们厂区月台要不要再做一次演练？做。今晚8点，空箱模拟。所有组长到位，按正式装车流程走一遍。又演练？你也可以选择明天正式装车时出错。演练好，演练能让人进步。车厢4摄氏度，波动范围正负0.5。现在开始空箱装载模拟。扫码枪在月台边缘信号不稳，上传有延迟。这个转角太窄，满箱过来容易碰到护栏。临时加快防滑垫，再把护栏往外挪10公分。分开。以前总觉得这些小事没必要，现在看一忙起来真可能出错。制度就是在不忙的时候替忙的时候想清楚。赵叔，你不是说自己不怕冷吗？我是不怕冷，但我尊重姜汤。过来。我现在不是停职培训吗？停职是不让你碰设备，不是不让你学习。看看，写300字心得，重点写为什么每个环节都要负责。我写，别抄制度原文，写你自己看懂的。这次我知道怎么写了，演练记录。这阵仗比我想的稳当多了。稳当最重要。生鲜保供不是比谁声音大，是比谁能按时、按质、按价送到。霍总，盛天农业按协议抵达，车辆温醌已校准，装车前可接受抽查。霍总，之前外界关心 B 区批次为什么没有销售渠道，能否简单说明
B 区在暴雪期间出现温控参数异常，按照企业品控标准，我们第一时间封存、取样、复检。复检结果显示，该批次不符合霍氏精品限时标准，所以不会进入销售渠道。后续处理也会按无害化和资源化流程进行，全程留痕。那 A 区和 C 区是否安全 ？A 区、C 区运行曲线稳定，采摘前检测合格。每箱产品都有溯源码，可以查询采摘时间、批次、检测记录和运输温控。这批番茄会不会因为天气原因涨价？不会，本批产品纳入盛天农业保供方案，价格按照灾前合同和备案标准执行，一部分进入常规商超，一部分进入社区评价专区，确保供应稳定。我是本村村委负责人，前几天我们也着急，也误会过。现在复检报告、处理流程、装车去向都摆出来了。我觉得企业这么做是负责任，大家别只看半截消息，食品安全还是要看标准。以后还敢乱动参数吗？不敢了，以后谁敢乱动，我第一个拦。光说不行，补考先过，我一定过。这张表为什么不用打印的？临时写的，怕大家一着急忘了。那临时到底先走了？那样，霍氏5天的人，打印版还没来得及做。先用起来，比先做漂亮重要。这句话能引用吗？可以，但别夸张。这个位置就是当时编动发生的时间。我们后续没有删除记录，也没有覆盖原始数据，而是把它作为追溯依据保留下来。企业会不会担心公开异常影响品牌？担心肯定会有，但如果异常已经发生，最应该做的是把它查清楚。而不是把曲线修得好看。数据不是面子，是工具。小周现在说话这老板，越来越像老板。这几天工作压力大吗？大，外面说什么的都有，家里人也问我公司是不是出事了。我一开始也慌，后来老板开会说，别把力气花在吵架上，把手里的标签贴正，箱子封好。记录写清楚，我们就照做，良由是控。你觉得这个企业最让你安心的是什么？说话算数，工资补助说照发就照发，流程说公开就公开。你编我通过评估应开，错了也不让我们互相甩锅。霍老板，你们厂里这些普通员工，其实最能说明问题。为什么？老板说的再好，大家还会想是不是场面话。员工要是愿意站出来说自己怎么干活，别人就信一点。王村长现在也很会做沟通了。我这是被你们逼着进步。霍总，您觉得这次最大的损失是什么？表面看是 B 区批次损失，更深一点是我们发现培训、权限和沟通机制还不够扎实。真正的损失不是问题出现，而是问题出现后还不知道该改哪里。现在至少我们知道了。那最大的收获呢？大家开始相信流程，包括我自己。您自己也需要相信流程。当然，管理者最容易犯的错是觉得自己可以凭经验跳过流程。老板，你刚才是不是也顺便反省自己了？你很闲，不闲，我去检查封签。1号分拣线正常，
精品箱标签清晰，平价保供箱封签完整。溯源码打印正常，每箱绑定采摘时间、栽培槽号和检测批次。第一辆车温坤4摄氏度，车厢湿度85%，装载进度30%。老板，这画面比任何解释都管用。所以要把事情做对，做对了，时间会帮我们解释。这是盛天农业的长期合作意向书。我们希望和霍氏温厂建立智慧农业示范项目，共同扩展极端天气下的稳定供应能力。研发团队保留，核心技术继续由你们主导，后续投入按项目节点播放。长期合作，那是不是奖金也长期有希望？只要项目稳定，员工激励会写进合作条款。霍总，外面都在传你们货出不去，我也不绕弯子。现在运输资源紧，我愿意帮你消化一部分库存，价格嘛比平时低一点，大家都能理解。林总，这话我爱听。合作可以谈，但有3个前提。你说，第一，品质标准不能降；第二，保供批次必须稳价；第三，员工培训和安全流程要继续加强，不能为了赶产量牺牲规范。这3条，盛天同意。那就继续往前走。合作愉快。第一点是多少？这是我们根据当前运输和损耗风险给出的临时报价。你们这不是临时报价，是趁人忙的时候压价。话别说这么难听，市场就是这样，天气不好，运输成本高，货物窗口期短，价格自然要重新谈。钱总，正常议价可以，低于成本线的报价就没必要继续了。本批合格产品已经纳入盛天保供方案，价格和去向都有备案，不能随意转卖。霍总，你这么坚持标准，万一最后车队来不了，损失可不小。所以我们提前签了极端天气运输协议，做生鲜不能把希望放在临时讨价还价上。钱总，要不我们就按正常合作价重新报一次。钱总，霍氏欢迎合规合作，只要报价合理、流程透明、去向清楚，未来不是不能谈。但今天这批产品有明确任务，不能被临时接走。行，今天算我来晚了，霍总，祝你顺利。他这话听着客气，心里肯定不服。服不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没有理由说我们拒绝正常合作。老板，那他要是继续在外面说我们故意不卖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把流程摆出来了，事实不一定跑得最快，但最终要能站得住。霍老板，前2天我说话急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那时候看着那么多果子不能卖，心疼。您心疼是正常的，农产品长出来不容易，我们比谁都知道。那这个字我也看不太懂，你们能不能用简单话讲？您看，这个圆代表正常果肉，里面水分和甜度是稳定的。这个圆代表异常样本，外观看着差不多，但里面结构已经不稳，放几天口感就会变差。我们卖精品番茄，就不能把这种不稳定的批次混进去。就像鸡蛋外面没破，里面坏了也不能卖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听见没？不是人家不舍得卖，是不能乱卖。这比我解释管用。霍总 ，A 区和 C 区能保证到店后2天内口感稳定吗？可以，采摘成熟度控制在90%，冷链全程4摄氏度，预计货架期3到5天。
每箱到店前会附设温度记录，异常箱单独拦截。平价保供箱和精品箱会不会混？不会，颜色、编码、包装规模都不同。精品箱走高端商超，平价保供箱走社区专区，后台能追溯。如果到店发现破损怎么办？封签前、上车前、到仓后3次拍照，破损责任按节点确认，不推诿。这样我们就放心了。霍总，很多人觉得你们标准太严，会不会造成成本太高，最后让普通消费者买不起？高标准不等于只做高价格，精品批次有精品批次的定位，保供批次有保供批次的责任。技术进步真正的意义，不是把农产品做成少数人才能买的稀罕物，而是在极端天气和供应波动时，仍然能有稳定、安全、可追租的产品送出去。那你个人怎么理解企业责任？企业责任不是口号，它体现在每一次不合格批次不外流，每一次价格不乱涨，每一次员工犯错后按流程处理，而不是情绪处理，也体现在困难天气里不只顾自己仓库里的货。接吗？接。霍总，我看你们车队已经到了。之前报价的事儿，我承认考虑的不够周全。以后要是还有合作机会，我们愿意按正常渠道重新谈。钱总，合作可以谈，但前提是透明、合规、尊重合同。极端天气里，大家都不容易。谁都不该把别人的困难当成压价筹码。明白。那就等这轮保供结束后，再按正式流程沟通。老板，你真还愿意跟他谈？商业世界没有永远的情绪，只有是否合规。他愿意按规矩来，就有谈的空间；不愿意，就没有。霍总这套原则适合写进合作协议。可以写，写得越清楚，后面越省事。速信息加载完成。溯源信息正常，采摘时间、装车时间、车厢稳控曲线都能显示，外观完整，温度合格。看见我贴的那排标了吗？有没有歪？验收员查的是质量，不是书法。标签歪也影响形象。他说的对，细节会影响信任。好，我以后不笑标签。平价专区的果子和精品区有什么区别？主要是规格和包装不同。平价专区选择的是合格批次中果径略有差异，但口感和安全指标达标的产品。它不会冒充精品礼盒，也不会因为包装简化而降低基础检测，或是温室效验收疑点。部分异常批次已按规定封存复检，未进入销售渠道。当前上架产品来自检测合格批次，批次印稀可通过包装溯源码查询。挺官方，官方一点好，别刺激。那要是有人骂呢？不对骂，不争辩，能解释的解释，涉及明显不实信息的，留证交给法务，普通误解就耐心说明。现在连回话都要分级管理，是，情绪也要有流程。我以前觉得我们就是种番茄的，
现在看，像是在把一套秩序送出去。消费者看见的不只是果子，还有我们背后的记录。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说，我从事的是秩序维护型高端农业？三哥，你先把防滑垫收好。车厢温度稳定，到仓抽检合格率100%，社区平价专区今晚可以上架，商超精品区明早上架。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几天没白忙？当然没白忙，我封的签一个都没出问题。别光夸自己，分拣线也没出错，检测组也没睡几个小时。今晚食堂加菜，明天上午各组轮休半天，留下必要值班人员。老板英明。补助呢？按之前承诺发，组长把名单和出勤记录核准，别漏人，也别多报，保证1分不错。这句话我会记住。那我再核2遍。还能看到是哪个棚出来的，挺新鲜。这是极端天气保供批次，全程冷链过来的。这就是团队稳定的样子。还不够，这次暴露了很多问题，全线管理要升级，异常上报要更直观，培训不能只签字，舆情说明也要提前准备模板。盛天可以派数字化团队协助，把权限和报警做成分级闭环。可以，但系统不能替代人。再智能的温室，也要有人真正理解规则。所以你没有把王浩直接赶走？犯错要承担后果，但不是所有错误都只能用赶走解决。如果一个人能从错误里学会敬畏规则，团队反而会多一个真正懂风险的人。你比外面传的有人情味多了。外面怎么传？说你冷。冷是冷了点儿，但奖金热乎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第2轮封签记录，请老板过目。这几天真像过了一关。可不是嘛，以前总觉得标准麻烦，现在发现标准救命。霍老板，村里有几户棚子压坏了，你们这边要是有淘汰的保温念、支切杠，能不能借一点？我们按登记还。老三，仓库里能调的物资统计出来，能借的借，能帮忙加固的派人去，费用按企业公益支援登记，不让村民个人承担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温室建在村里，村里稳，我们也稳，但物资进出要登记，安全登记，安全培训要做，谁也不能乱拿乱用，一定登记。王村长，规矩你现在懂了吧？懂了。规矩不是冷冰冰的，是把大家都护住。他们会把这批合格的番茄送到城市的货架上，也会把这几天所有人的坚持一起送出去。霍总，B区损失那么大，你真的不心疼吗？心疼，我就说老板不是铁打的。他们会把这批合格的番茄送到城市的货架上，也会把这几天所有人的坚持一起送出去。霍总，B区损失那么大，你真的不心疼吗？心疼，我就说老板不是铁打的。正因为心疼，才更要记住它为什么发生。一次错误如果只换来埋怨，那叫白吃亏。如果能换来更稳的制度、更清楚的培训、更可靠的供应链，那就还有价值。这话实在。霍总，下一季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明早7点，育苗区复盘会。暴雪会过去，生产不能停。老板，今晚刚打完硬仗，明早7点是不是太早了？奖金还想不想要？7点好，7点空气清新，适合复盘。
先说问题，不说成绩。不是表彰会，先复盘再表彰。那我严肃。技术组的问题是，普通运维权限还能调整关键设备负载，虽然需要记录，但缺少2次确认摊窗，建议把核心参数改为分级授权。普通运维只能申请，不能直接执行。这个可以做，申请后推送给值班主管和技术负责人，双人确认后才生效。还有流程，紧急情况下也要留下语音或文字说明。品控组的问题是，异常批次封存标识不够直观，当天有2名新员工差点把 B 区样箱放到普通检测架上，建议封存批次使用独立颜色标间和独立货架。分拣组的问题是，评价保供箱和精品箱的纸质记录容易混，我们已经临时分了蓝白夹板，后续建议做成不同版式。运输组的问题是，月台防滑垫储备不足，演练时才发现转角不好走，以后极端天气前要提前检查。村委这边也有问题，我们一开始对企业标准不了解，看到封存就着急，解释也没解释到位，以后应该先核实，再向村民说明，不能让半截消息到处跑。王村长进步很大，你别插嘴。我的问题最直接，我把经验当成标准，把侥幸当成节能。以前我觉得系统提示太敏感，现在知道提示早一点是为了让我们还有时间处理。我建议以后新员工培训不要只签字，要安排一次模拟异常处理，让每个人亲手走一遍上报流程。这个建议有用。你的补考准备的怎么样？今天下午考，我希望能通过，继续培训。但如果没通过，我接受继续培训。好，态度不是用嘴保证的，用结果验证。现在能表彰了吗？暴雪期间坚守岗位补出，今天发放。各组按出勤和任务完成情况核对，另设流程改进建议奖励。第一批奖励给小周、女工代表老赵和王浩。我也有。你的错误另行处理，你的有效建议也照样记录，奖惩分明才叫规则。谢谢，我会把复考考过。好，下午我监考。三哥，你监考我更紧张。紧张说明你敬畏规则。三哥，你别把考场变成审讯室。写的不好，写的挺好。我送个牛奶也要登记。王村长，规矩护住大家。行，登记。这里曾经让我们损失不小，也让我们被误解、被质疑。霍总，权限系统、培训案例、异常降板，我都列好了。不错。以前我总觉得技术只要把数据做好就行，这次发现，数据要让人看得懂，流程要让人愿意执行，才真的有用。这就是你这次最大的成长。那有没有奖励？流程改进奖不是已经有了？我想申请一个更大的显示器。写申请。我今晚就写。但此刻它不再只是事故现场，而是一间很大的教室。企业往前走，总还会遇到新的天气、新的订单、新的误解和新的错误。只要每一次都能把错误变成制度，把误解变成沟通，把损失变成改进，这样才不算白走。终于不是一上来就质疑我们了，因为他们扫得到码，看得到记录，透明会减少很多猜测。这里有个留言说包装不花哨，但吃着踏实。这评价好，适合写到食堂墙上。别写墙上，写进真认可的材料，才是我们下次该继续保留的点。觉得委屈吗？以前能碰系统，现在来数描盘。不委屈，以前我就是没把基础当回事儿，才会觉得按钮随便按。现在从头学，挺好。记住，农业里没有小事儿，一根地灌管堵了，一盏补光灯偏了，一张记录表漏了，最后都会落到结果上。他今天状态不错，让老赵带一段时间。老赵话多，但稳。赵叔知道你这么评价他吗？可以让他知道，那他会高兴一天。高兴归高兴，巡检表一样要交。老板，这个能不能贴公告栏？可以，但旁边再贴一张整改清单。为什么好事旁边还要贴问题？让大家记得，感谢是结果，整改是原因。没有后面的整改，前面的感谢迟早会变薄。贴一起好，我们看了也踏实。
不会觉得这事儿过去就完了。这卡挺实用，就是最后一句是不是太严肃了？严肃才会记住。以前这些话都写在手册里，我没当回事儿，现在挂在身上，感觉不一样。规则不怕挂在身上，就怕只挂在墙上。我刚才那句是不是有点水平？有水平，但你再问就没水平了。笑声不大，却让这座刚经历过风雪的温室重新有了日常的温度。他们安静、柔软，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。有时候，改变不是一句响亮的保证，而是一个人终于愿意把最普通的小事做对。真正可靠的东西，不靠喧哗证明自己，只在该扎根的时候扎根，还有结果的时候信任，以及在风雪里仍然按规矩往前走的底气。